这不是普通的毛发。1974年，南京一女护士被奸杀，警方从其下体发现几根毛发，前男友自动投案自首，却被警方排除了嫌疑。警方到底发现了什么异样，竟然排除了主动投案的人呢？这个女护士名叫王兰兰，是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在南京某乡镇防疫站工作。当时乡镇防疫站的工作就是负责发放一些免费药品，处理一些轻微的摔伤、烫伤等，所以工作人员不多。1974年6月30日下午5点多，同事苗芳来唤王兰兰下班。当她推门进入工作室时，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。王兰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当时王兰兰脸色煞白，大瞪着两眼，脖子上有一道紫色的勒痕，两腿分开呈8字状。接到报案，警方立刻赶到案发现场，经过仔细查验，发现王兰兰的下体流出不明液体，里面沾有几根毛发。奇怪的是，这几根毛发不同于常人，它黑黄中透着白色。案发现场是在防疫站的2楼，警方立刻继续搜索。一名警察忽然在卫生间的窗户上发现了几个黑色脚印，窗户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煤堆，距窗户不到1米，而且煤堆上还有十分明显的踩踏痕迹。另外，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残缺的掌印和指纹。工作人员取样后，立刻交给相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与恢复。根据现场留下的线索，警方作出推断，凶手是通过卫生间窗户攀爬进2楼，然后进入工作室将死者奸杀。首先，警方便把调查重点放到了曾与王兰兰关系密切的男人身上。王兰兰生前曾与一姓范的小伙热恋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两人婚期临近时，王兰兰却突然提出分手，范某因此不依不饶，经常来骚扰王兰兰。而王兰兰的母亲一见到警察便一口咬定范某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。他说，他们快要结婚时，我女儿突然发现他之前曾有过猥亵妇女的前科，就提出与他分手，他就恼羞成怒，说如果分手就杀了他。于是范某便被传唤到了警局。得知女友被害的消息，范某十分震惊，我怎么会杀他？我就是因为太爱他，才在婚前把自己不堪的过往坦白给他。我是酒后说过一些过激的话，但那只是醉话、气话呀。随后，警方提取了范某的指纹、血样等信息，拿去和样本做比对鉴定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第2天范某竟然改口，说那天他软磨硬泡，成功说服了王兰兰。他还带她进了2楼工作室，在工作室里，他请求与她和好，王兰兰不同意。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冲动之下，他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。事后，他怕王兰兰报警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她掐死了。警方听完他的口供后，一脸的错愕，因为他说的作案时间和方法与现场勘测的情况完全不符。难道他在说谎？审查员心想。而且这时候，法医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，范某的指纹和掌纹与凶手有6个相似点，但也有几处不同的地方。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呢？这让警方十分费解。几天后，鉴定报告也出来了，案发现场的毛发经检验是一位白化病患者，而范某却不是。范某不是凶手，那凶手又会是谁呢？案件小组决定改换思路，扩大侦查范围，用了整整26个日夜，完成了多达27万人的指纹比对。最终，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了11人身上，而这11人当中，只有一位名叫钟涛的在逃犯患有白化病。钟涛是黑龙江人，曾因盗窃、打架斗殴被多次拘留或劳改。1974年4月27日，钟涛持刀入室抢劫财物后，又试图强奸其家中的女孩，被邻居发现后报警。警方赶到时，他已逃之夭夭。5月30日下午，钟涛逃到了南京。因腹泻，他想到附近诊所买点药，不想诊所关门，他看到附近防疫站2楼的一扇窗户开着，便踩着煤堆攀爬了进去。他摸索着走进了工作室，正好看见了王兰兰。王兰兰刚想大声喊人，钟涛一个箭步向前捂住了他的嘴巴，可王兰兰不住的挣扎，情急之下，钟涛顺手拿起旁边的一截铁丝勒住了王兰兰的脖子。过了一会儿，见王兰兰不动了，钟涛才从惊慌至清醒过来。他一见死者生得还很漂亮，便起了疑心。很快，钟涛在苏州一带被警方抓获。经检验，他的一切都与该案件相吻合，他就是杀害王兰兰的凶手。最终，
钟涛以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了死刑。问及范某为啥承认自己杀了王兰兰，他说，一是因为自己深爱王兰兰，她死了，自己一个人活着没意思；二是他天生胆小，怕警方逼供。有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抓。一个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小村子，一群丧心病狂的男子集体强奸幼女，亲生母亲却置身事外，任由恶人对亲生女儿实施罪行。未成年少女被逼无奈之下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自保，却差点被当成精神病患者。2008年10月3日，在黑龙江武大莲池市龙镇的一户寄宿人家里，一个不满14周岁的女孩汤兰兰写下了一封控告信。公安局叔叔大爷们，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我现在上学，出现一切事故能让我干妈干爸能为我伸冤。从我母亲打工走后开始，我父亲就开始强奸我。在信中，汤兰兰举报从6岁开始，自己先后被父亲、叔叔、爷爷、姑父等亲属以及多名同村村民强奸。2008年10月27日，汤兰兰在寄宿的房东干妈李中云的陪同下到龙镇公安分局报案。当天，汤兰兰详细陈述了自己的遭遇，8年时间内被多人多次强奸，轮奸的细节让警方感到震惊。办案民警立刻带汤兰兰到当地妇幼保健站进行检查，检查结果表明其有过性行为，把自己亲闺女推进火坑，逼迫给全村男性卖身赚钱，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被警方逮捕后，一帮亲戚竟集体翻案，吆喝汤兰兰诬告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？2008年9月底，万秀玲接到了女儿汤兰兰打来的电话，支支吾吾说不想回来，怕爸爸又拽着她和那些男人睡觉。彼时14岁的她因为学校寄宿制，正居住在房东王凤朝家里。由于来往甚密，万秀玲就让女儿认她做干爸。当时万秀玲以为侵犯她的是干爹王凤朝，骂骂嚷嚷要把女儿从王凤朝家里接回来。不料汤兰兰掰着门框不走，说是亲爹奸污了她。万秀玲觉得脸上挂不住，心虚的松开手走了。正在厨房做饭的干妈大吃一惊，走过来搂住了这个可怜的孩子，愤怒又心疼。汤兰兰地狱般的噩梦早从6岁那年就开始了。1994年，汤兰兰出生在黑龙江龙山村，母亲万秀玲在外地打工，把她放在爷爷奶奶家照顾。直到6岁，父亲汤继海被单位开除，整日烦闷，就把汤兰兰接回了家。临睡前，怯生生的汤兰兰拽着衣角，局促地吃饭洗碗。睡前刚一关灯，突然有个身影冒在床头，一把拱进了她的被窝。汤兰兰惊慌，昏暗中看到竟是父亲。汤兰兰的细胳膊细腿根本拗不过汤继海的蛮力，无论她怎么拼力挣脱，还是被汤继海残暴侵犯了。汤兰兰一心只想逃回爷爷奶奶家，殊不知那儿也是个火坑。对于被侵犯的事实，汤兰兰选择了隐忍，没有和2位老人说。可是晚饭后，她惊恐地发觉奶奶眼神不对。没一会儿，奶奶把她喊进里屋，叫她脱下衣服，不脱就打一顿。爷爷就在她眼皮子底下对着汤兰兰一顿乱摸，而汤继海就站在屋外抽烟。至亲的侮辱让汤兰兰绝望痛哭，只想找妈妈求救。没过2周，新的施害者出现了。有天夜里，汤兰兰的表叔一脸奸笑推开了她的屋门。次日下午，姑父背了个大包，把汤兰兰锁在屋里，掏出一沓碟片，逼着汤兰兰陪他一起看。之后又是惨无人睹的侵犯。不到3个月，父亲、表叔、姑父、表哥，整个汤家所有的男性几乎都对汤兰兰伸出了邪恶的魔爪，丑闻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。村民没骂那些男的，反而唾弃年幼的汤兰兰烂到骨子里。见到母亲，成了汤兰兰心里唯一的救赎。终于挨到万秀玲回来，汤兰兰的心灵和肉体早已千疮百孔。看着母亲和汤继海有说有笑，汤兰兰一直不敢自声。终于等到父亲出去喝酒，汤兰兰拉着母亲的袖口，在她耳边哭诉自己的遭遇。令汤兰兰万分没想到的是，母亲竟一点也不愤怒，反而像事先知道什么似的，一脸淡定。就在她困惑的时候，那个恶魔一样的姑父又登门来了。汤兰兰赶紧藏在母亲身后，突然被母亲一把拽出来，推向姑父身边，毫不避讳地说，要玩他可以，先给钱，
汤兰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主动把她推向地狱。姑父给了母亲200元，就拽着汤兰兰进了屋，一声声惊恐尖叫也被门隔断了。汤兰兰彻底崩溃。万秀玲干脆样子也不装，直接门户大开，把生意越做越大。只要不上学，村上随便哪个男人来，只要钱给够数，女儿随便他们掰扯。14岁时，汤兰兰被父亲蹂躏了1周后意外怀孕，万秀玲直接拽着她到村上脏乱的小诊所里做流产。当时汤兰兰正寄宿在王凤朝家里，眼看着这副瘦弱的小身板，身体越来越差。百般询问后，汤兰兰第一次完整的吐露出来这些年生不如死的遭遇。在王凤朝夫妇的引导下，汤兰兰写下了这封举报信。龙镇公安局接收到时，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，毕竟信中内容令人发指，跌破底线，还没留下任何地址和联系方式。保险起见，警方还是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，挨家挨户龙山村走访时，调查到了汤兰兰事件。听闻村民描述，当时调查的民警都不忍震惊。警方根据搜集到的证据信息，迅速控制了汤兰兰的父母和整个家族的男性亲友，其中11人在审讯过程中供认犯罪。就在警方准备结案时，整个汤家人却集体犯案，声称侵犯之事是子虚乌有，还控告警方刑讯威逼，打死了汤兰兰的爷爷汤瑞景。万秀玲又突然骂娘似的，吆喝警方武力殴打逼供。姑妈刘桂英又说汤兰兰跟自己索赔1万元。汤继海也跟着作妖，说自己被警察打断了牙。不过警方很快查明澄清，一一击破了汤家人想要翻供的诡计。经法医尸检，汤瑞景是死于肺癌，并没有明显外伤。汤继海和万秀玲所谓的刑讯殴打，只不过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，目的只是向国家索取巨额赔偿。至于2份魔幻的 B 超单，也很快被证明万秀玲所提供的属于伪造。而且汤兰兰又接受了一次正规的全身体检，查出多种妇科病和数次堕胎记录，生殖处有明显撕裂，且伤口陈旧。经过近2年的调查审理，罪人终于得到了应有刑罚。汤继海直接被判了无期徒刑，万秀玲等10余人被判处5到15年刑期。万千网友仍不解气，觉得这样的人简直死不足惜。但万秀玲一行人2017年刚被放出来，又伙同律师媒体上街闹事，再次企图翻案索要巨额赔偿。汤兰兰摊上了这样猪狗不如的家庭，真的实在是可怜，令人心痛。可怜的汤兰兰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挽回她悲惨不忍直视的童年，只能祝你现在拥有幸福生活，能够尽量的早日摆脱痛苦，走出阴影。2008年7月30日深夜11点，武娟丽的婆婆突然接到儿媳妇打来的电话，说是老家的房子着火了。此时住在大女儿家的婆婆心急如焚，还不知道老家到底烧成什么样子了，自己3更半夜也回不去。自接到电话后，老人一晚上都没睡着。第二天天还蒙蒙亮，武丽娟的婆婆便收拾好东西，准备让女儿送她回老家。这时儿媳又打来电话，说是让婆婆暂时不要急着回家，让她在大女儿家安心住下，等她把家里打扫好再回来。听到儿媳如此体贴，加上只是烧毁了一间杂物间，老人没有多想，就没有立马回城。事后第3天，老人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了老宅，见忙里忙外只有儿媳武娟丽，却不见自己的儿子赵亮的踪影。老人不禁心中泛起了嘀咕，儿子从未打过电话告知自己不在家，而且家中都发了火灾，人能跑到哪里去？武娟丽告诉婆婆，自己和丈夫吵了一架，丈夫赵亮生气离家出走，过2天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了。婆婆这心想，小两口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情，之前也有过，只是这次闹得比较凶，儿子过几天想开了就会回来，老人便不太在意了。时间又过去了几天，儿子迟迟不见踪影，但一想到儿子的单位9号就发工资，到时候儿子肯定会回来拿钱。临近9号，儿子还不现身，到赵亮的单位也没找到人，老人开始着急了。难道儿子在外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女儿不忍老人担心，便要去派出所报案。儿媳武娟丽却拦住婆婆和大姑子，称不如先在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。一家人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刊登寻人启事还是报案。第二天，
武娟丽又去地下室打扫。大女儿回来的这几天里，注意到自己的这个弟媳已经打扫了好几回地下室，又不是逢年过节，加上那个向来只放置杂物的地下室，武娟丽缘何要天天打扫？带着这种猜疑，赵亮的姐姐，也就是武娟丽的大姑姐，决定一探究竟。就在这时，她无意中发现了弟弟的一双拖鞋躺在下水道里，旁边还有一个装了涂料的塑料盆。老家近期并没有装修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？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武娟丽的大姑姐心中长了根，她还不敢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自己的母亲。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，她看到了一些拖拉的痕迹，加上墙面、地面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，之前还以为是酱油，这下她明白了，那些是血迹。她再也不敢往下想了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己的弟弟已经遭遇不测，这一下他再也不敢隐瞒母亲，赶忙锁了地下室的门，就和母亲报了警。警察赶到，立刻封锁了案发现场。经过现场勘查，在卧室发现了更多的红色血迹，部分墙面还有白色涂料刮擦的痕迹，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上也有类似的拖拉痕迹。种种证据摆在面前，武娟丽知道再也瞒不住了，便一五一十地向警察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经过。武娟丽交代，自己是趁丈夫醉酒睡着，将菜刀砍在了他的头上。事后为了掩盖事实，将丈夫赵亮的尸体肢解后扔到水渠之后，自己点了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。事后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买白色涂料刷上。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却不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面对早已泣不成声的婆婆和大姑姐，武娟丽只有深深的鞠躬。她知道尽管婆家将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她，但她还是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，而自己将要用一生来忏悔自己的罪行。武娟丽和丈夫赵亮恋爱10年，结婚才2年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弱女子提起重重的屠刀砍向曾经最深爱的人呢？1998年，武娟丽和赵亮的相识源于一场朋友聚会。当时武娟丽还在中专学校读书，而赵亮已经结束学业，赋闲在家。青涩懵懂的武娟丽被赵亮英俊的外表所吸引。赵亮身高1.78米，有着帅气的外表，两个年轻人很容易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不久，武娟丽放弃学业，跟着赵亮跑了。女儿中途退学，这让父亲非常生气，因为对于生活在河南灵宝大山的这个家庭来说，供养一个孩子上学其实并不容易。父亲希望女儿能够多读一点书，为此不惜借钱东拼西凑供女儿读书。赵亮的家庭条件并不好，而且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父亲强烈反对他们在一起。可不管父亲怎么劝说，武娟丽仍不愿意回头，丝毫不听家里的劝说，甚至不惜与父亲断绝关系。最后索性和赵亮同居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。尽管父亲生女儿的气，但考虑到女儿的将来，他还是托了很多关系，给女儿找了一份先培训后上岗的打字员的工作。然而此时已经沉溺爱情无法自拔的武娟丽早已无心学习工作。父亲生气，放言不让武娟丽进家门。武娟丽也真的1年多都没有回家，父女两个关系就这样僵持了近1年。武娟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父亲的认可和理解，然而现实情况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两人一没有学历，二没有一技之长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加上生性懒散，生存都成了问题，只能在家啃老。眼看木已成舟，武娟丽的父亲只能无奈接受。为了帮助两人渡过难关，他提出做挂面生意，从洛阳弄挂面到灵宝去批发，双方家里都出了几万块钱，但小两口毫无经验又不善经营，很快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为此，两人还背上了3万元的债。因为投资失败，武娟丽的父亲心中有些愧疚，为了弥补，他许诺只要他们好好干，会给他们买一辆车，让小两口跑车。可就在父亲跑腿办执照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赵亮竟和黑社会的人合伙偷东西。这一下武娟丽的父亲彻底不想管他们了。可即便这样，武娟丽仍执迷不悟，不愿和赵亮分手。自此，父亲只说了一句话：你既然选择了你的路，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他那边的父母也就是你父母，你的后半生跟他们在一起。可想而知，武娟丽父亲的心是彻底寒了。结婚后，两人的爱情终是没有敌过生活的琐碎，吵架成了他们的日常，主要还是因为钱的事情，两人的感情也渐渐出现了裂痕。婚后，赵亮从事过短暂的驾驶工作，
武娟丽在一家养生店打工，从小没吃过苦的两人很难接受辛苦又窘迫的生活。2004年，赵亮开始酗酒，只是后来顿顿离不开酒，喝醉以后就会把所有的不满发泄在武娟丽的身上。长年累月的家暴使得武娟丽开始渐渐对丈夫感到失望，多次提出离婚。可是赵亮就是不同意。此时一个男人的出现给了武娟丽温暖，也让她更加坚定了离开赵亮的决心。一次，赵亮打算去接妻子下班，可赶到养生店的时候，武娟丽的同事告诉赵亮，妻子今天休息，并没有来上班。这样赵亮的内心燃起了一道火。过去每当听到妻子和别的异性掰扯不清的时候，武娟丽总以工作为由来解释，可如今妻子竟对自己撒了弥天大谎。赵亮不甘心，在养生店附近沿街寻找，终于看到妻子和一个男人在一家饭店吃饭。赵亮当场就给了那名男子几拳，当着餐厅那么多人的面，提着武娟丽的头发将她拖回了家。回到家又免不了一顿毒打。武娟丽解释并没有和那名男子发生不正当的关系，甚至手都没拉过，只吃过几次饭。赵亮知道这个男人的存在后，武娟丽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熬。他多次提出分开，但赵亮并不同意。渐渐的，他失去了耐心。案发那天，她在上班前往丈夫的茶水中放了几片药，她想要趁着丈夫熟睡，找到被藏起来的证件，好偷偷离开这个家。但当她下班后，看到丈夫像往常一样在和朋友喝酒，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，因为这意味着丈夫并没有喝下那杯放了药的茶水。趁着朋友在，而且看赵亮的心情还不错，她想借机提出离婚的事情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丈夫就开始对她拳打脚踢，还将朋友连哄带骗支走了。朋友走了，武娟丽知道这个晚上注定不好过。赵亮将武娟丽往死里打，而且还威胁她，就是死也别想离开她，而且不会放过她的家人。当时武娟丽的弟弟正准备结婚，自己过得不好也就算了，可是危及到自己的家人，武娟丽再也不能冷静了。兴许是打累了，再加上酒精作用，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赵亮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。可武娟丽却怎么都睡不着，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想让他活。武娟丽拿起厨房的菜刀走向卧室，一下两下，冲动之下的她丝毫不感觉害怕。事后将丈夫的尸体肢解焚烧，扔到了村外的水渠里。2016年6月17日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武娟丽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后来由于武娟丽服刑期间表现良好，监狱民警为她争取了一次和亲人见面的机会。母亲带着弟弟和弟媳在接待室会见了武娟丽。事隔10多年，母女2人头上都已经有了白发。母亲见到女儿，伤心不能自持，两人抱头痛哭。对于2个家庭而言，无疑是永久的伤痛。武娟丽的父母在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等到女儿出狱的那一天，而赵亮的亲人从此与之天人永隔。